我要回去下班。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班。我把我的偶像给惹毛了，拜拜。终于知道修为什么说厨房会被你弄得一团乱。我能够切到这样子斜切，你不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吗？看到没有？我觉得你超棒的。对。哦，请问洋葱是要切丁切块还是切丝？切丝。好，来先对切，然后我们再切丝，是不是？切丝是不是？你不会难过吗？眼睛？我不会。你这个冷血动物怎么可以这样子？不是，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对洋葱免疫。因为我眼睛做过雷射，所以可能就有一点不行。我之前有考虑去做，但后来就是说什么我会干眼，然后我已经这么不会哭了。哦。然后他一干眼又更哭不出来，我怎么办？我那时候想到就是为了我的植牙。啊，那你拍哭戏怎么办啊？你就是很努力的挤眼泪。你要叫我哗啦哗啦哗啦这样，对，不咚不咚，那是真的没办法。但你说情绪到了，配合台词啊什么的，那个是 OK 是没有问题。你可以哦。我可以啊，我很会拍哭戏耶。我知道我。你还说我是你的什么女 F 四，你根本就没有看过我。我看很会哭。我很会哭的好不好？对。对呀。那我，所以你才是我的偶像啊！没有，你看我已经好麦考，别哭别哭。不是我要哭，是我今天可以来上小众的节目，我真的很开心。你要不要顺便宣传一下那个瀑布的？不是啦，什么？别的戏啊？那你说我那个妈哦。你真的是好朋友哎，你当然会帮我想到哎，因为讲到柯佳，你跟柯佳嬿还有比利姐啊，对，我跟柯佳嬿也在拍戏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你们大底类，然后就后面再一直跟我们抢人啊，对不对？你到底要怎样？那也没办法，正好撞到齐啊，然后又疫情的关系。所以那是你自己当制作人。对，那是我的第一部参与制作的一个戏，然后是喜剧，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喜剧魂的，就很想要演喜剧，因为每个人都看到我们都觉得说，哦，可能你适合演一些历经风霜，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刚刚说我人生很丰富，对，但你演的很经典的角色其实都很苦命，以前都不会啦，你不要放弃了，我要先去编它。编它，哎呦，你用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字，对，编，你真的在哭了哎。不是因为很辣 ，OK？ 对不起，我把它拿走，你真的有一点，我把它拿走。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节目里面切洋葱哭的，不是哭就是很辣眼，因为眼睛很敏感。你都不会，完全不会，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这个冷血动物不是，而且是就是第一季到现在你是第一个切洋葱会这样的。有切洋葱吗？有很多啊，伟宁他们都会切啊。现在就是贾静雯呢，她因为身体不适，她已经离开了，先暂时离开我们不专业厨房。我来。所以接下来牛肋条咖喱饭就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独自的呈现。2杯。都直接给我下。谢谢。什么？不是，我一直在看你在那边流鼻涕，你感觉就是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知性啊，就是你聊到你的家庭啊，聊到你的人生，你的感触非常多。你又没有用，你应该把隐形眼镜拿下来，然后用洋葱这样熏你，你就有用了。不可能，你一定没试过。真的没用。真的假的？你越要去薄荷棒也没有用，你越要去刺激它，比如说点眼药水啊，凉凉的什么那个，越没有用。哇，你真的很顽固哎。就是上次修来的时候，我也有聊到，就是你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怎样啦？你要没有刚认识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跟他，因为你是我女生，我不好意思讲，那他来我就很直接跟他讲说，你怎么可以追我的女神？哦，是他追你还是你追他？他一定会说是我追他，对不对？他没有说啊，因为他每次都讲说，我们请调资料画面。你被我，其实我们上一次根本没聊这一题。
应该说互相都有好感吧，没有谁追谁啊。那有没有觉得就是婚后跟婚前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婚后的生活跟你想象中的谈恋爱的生活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人都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场。应该是说他结婚后之后就更变本加厉的严格。他就是很教官，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比我年纪小，应该会你知道你要干嘛啦？不是要拉拉嘞，搅拌。他很好啊，不是这个泡泡可能要把泡泡要捞掉吗？对，可能会比较好吃。好，我来捞。不是因为婚后之后，当然就是你知道夫妻的柴米油盐，所有的一切都会很直接的。但是他就是变得更严格啊，他有一老灵魂来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要弄水，你捞泡泡还要水，它才可以弄掉。你看我是不是？是吃过火锅的人。对，火锅都是这样子，有没有？很不错，可以互相帮忙这样。生活到现在，我觉得7年，今年第7年，我觉得好像结婚对有吗？你还对啊？不是，我是说你是不是喝醉了？你不要给我乱讲话，我到时候都不能用。我说7年这件事情，7年后面讲，所以7年觉得说好像他就，其实我们就从一开始到现在，现在是老夫老妻的状态吗？有一点点有一点，对，有一点，就为生活啊，为什么？我那天还在跟他聊说，我们2个其实真的都是为了小孩家庭，然后一直在努力，但有些时候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的2个人的时间，对时间。然后我们就说，有就小孩睡觉之后，不是，那我可以拜托你一下吗？就是你可以去，就是那个。你们要去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可不可以顺便就是也把新茹的小孩一起送上学？就是你们家长一起轮流，要不然我们上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但住的地方不一样，但都是同一间学校啊。那你要先去他家接，那小孩又要更早的出门，大家都不想要，都是在最后一刻出门。那大家轮流啊？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对，这样你前一天才可以就是玩的比较晚啊。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跟心如还有皇上他们就一样，就是常常就是会说啊，明天要送小孩上学，然后当做借口。这是真的，不是借口啊！你也知道，你又没有要送小孩，你都不知道我们很辛苦然后有时候还要宿醉去送小孩。我们时间够吧？你有想做第2道吗？我会笑，是不是要让他回家了？我觉得第2道会不会有点太沉重？不行，第2道好难哦。我们第2道一定做，我们要不要加减做一下？真假的？对，那个要从擀皮开始吗？当然。Oh my god！ 我跟你讲，我很喜欢玩面皮，但是这个太难了。所以我们现在喝完酒就要开始做菠菜起司意大利饺这件事情。对，然后在这边要先跟你说声抱歉，因为菠菜呢是冬天的食材，所以你知道菠菜是冬天食材，我今天才知道因为蔬菜有很多季节的。你认识它哈？认识啊。好，小松菜。菜。对，我们今天就用小松菜来代替菠菜。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第1个步骤：面粉。要先和面粉跟打一个蛋。所以你怎么知道？因为这边有写。好，需要多少？2杯。好，有。但是杯是这个杯吗？可以啦。杯，这上面有写，它叫1杯。哦，好。1杯就是。这个不错我等下可以带回去吗？可以。你家明明就有，而且你带回去你是会做，是不是？我会吗？我就跟你讲，我最近在。我告诉你，你今天把这道做完，然后带回去。给修还有女儿他们吃，他们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你说好好吃哦，其实是不好吃的。不会。1杯。2杯。2杯，然后打一个鸡蛋，那你鸡蛋给你打进去好了。好。鸡蛋要去蛋黄还是蛋白？啊？不用，全部打进来。好，1颗就好了。对。然后加橄榄油。好。1小时。那我就用凭感觉咯。Of course， 专业厨师都是这样的。好，这样可以吧？蛋3颗吗？蛋是3颗不好意思不是1颗是3颗。难怪我说这样怎么会和？那请你继续，谢谢。
我觉得好像要加一点水，因为太干了。它是要面团吗？它是要面团，然后可以揉的啊。然后要把它变成水饺的皮，所以我可以加一点水吧。还是加一点牛奶？我觉得加牛奶，你要做甜点啊。面皮不就是牛奶应该还 OK。好了，算了，我加水好了。可是我觉得不用以我的经验啊。以我的经验，不专业厨房。以我的经验，就是那个食谱上面说怎样就怎样。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揉成，可以。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揉成面团。怎么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没有，你不要误会它，它只是现在还没有理解。可以，它就是可以，你好棒手把它可以，不要浪费食材。对，就是这样。对，它这样子马上就可以那个。其实我也想，可以借我搓一下吗？你有没有觉得我搓的很专业？有。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家以前开餐厅，我爸是做那个水饺啊、饼皮啊，都是他做的，所以从小就在有帮忙，有玩啦。小时候就在玩，小时候在玩，但是有那个记忆，所以就很会揉面团。不用撒那个发粉吗？不用。它这个跟面包不一样，它的饼皮需要有点弹性，但也不能揉太久。哇哦！所以这跟中式的揉面团差不多。对，但它没有光泽可以的啦，它会很有口感，你就把它自己酱油料。好，丢进去。菇我也丢进去哦。你说的那是丢啊。好。你有没有在饮料店工作过？不是你手，他根本打不了，因为他的那个刀没那么利。不是，你听我的，你有没有在饮料店工作过？你知道冰沙机怎么运作？那你要看你那个机器的刀。对呀，那又不是那个刀 ，OK？ 水加太多，等一下会太稀。没有加，因为蔬菜本身会出水。好了，可以了。啊！你走开啦！你在那边破坏，等一下。筷子没有断哦，我们吃不到筷子哦。等一下。不是啦，他要把它压进去啦。对啦，你用擀面棍压好了。那我开喽。好。对。哇，我真的如果做完这道菜，我觉得我会被崇拜。一定会，他们会对你刮目相看。真的。从今以后，你就是盐巴，在他们心目中有如厨神的地位。好。然后你在家中的那个地位，一下瞬间就变成跃升第一名。真的。所以你现在不是第一名。不是。谁是第一名？修。他是第一名。对啊。平底锅热油把蘑菇炒香，我们还有蘑菇？没有我们蘑菇刚刚都全部都倒进去了。怎么会这样？这个原来是要留一点蘑菇在最后炒香那没有蘑菇会。我们可以炒别的炒香，我们还有。那我们要炒什么？我们可以炒个黑胡椒。还有神救援。好。佑，你在旁边看是不是很想学？应该看起来我很会做饭吧？我可以接美食类的节目了。可以，对不对？我都可以做。你看，我们做美食，我们这个就是美食类的节目。对，蛮好的。需要多，不是它的面皮是需要什么？它变成圆圆的才能包啊。我来好了啦，我来。那你帮我捏，我觉得你一个会。我可以，你不行。够圆吧？还有一个这个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好，可以。哇，很专业的手势哎，是不是？我就跟你讲啊，而且这个皮呢，中间一定要厚厚的，旁边薄薄的，才会比较好吃。
这样我们可能只能做5颗，5颗就可以了，我觉得。我觉得也差不多5颗就可以，我觉得我们酒喝完。对，所以呢？所以就没有酒了，对。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哎，我这 OK。你到底弄了几个皮啊？我这个 OK 哦。你赶了那么久。我这 OK 哦。好了，可以了。他要撒。我怎么觉得好像蛋饺皮哦？可以啊，就是反正东西包得起来就好。对，我也这样觉得，所以一定是圆形。擀点面粉才不会粘在一起。你怎么还在流鼻涕啊？我一直在流鼻涕，到底怎么回事？太感动了！第一次做就成功。我真的觉得等一下要放进嘴巴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勇气。不会，我主持这么久的节目，我吃过各式各样的东西在这个厨房里。真假的？顶多就是拉肚子。人家那个水饺外面都很漂亮哎。我们重质不重量。我告诉你，有些人就是长得漂亮，但脑袋空空的。你说谁？就是那些长得很漂亮的人，脑袋空空的人。比如，我想听，不会剪，快点。我也知道不会剪，讲了还得了？那你觉得？你出道比我早个30年，没有？你出道比我早个10年，你好好讲话。什么？看过什么？没有。看过后长得很漂亮，脑袋空空的。我记性不是太好。他还是稀稀的耶。人家是这样一坨，我们是稀稀的。一球，对不对？对。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形状，我们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补足它先天的不足。但是它露出来了。你就是太贪心。我太贪心了，我以为是够的。好吧。哎，你看这个失败。我的好像也失败了。啊，它一直会露出来，怎么办？太多了，我们没关系，那一颗失败我们剪掉，我们不用这个画面。好，先不要。对，你这是什么？我这个是馄饨啊，我们从现在开始用。不是因为它会缩起来，所以你的大小是比较好的，所以要大一点。好，没关系。要不然没关系，你可以加小一点。对，我就加小一点，小一点，加少一点。这样子，一点点就好。这样子，对，这样应该不会太多。你看，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它等下我全部会破掉。我觉得我们的面皮是不是？然后会变一坨。我真的觉得我们会不会变成蔬菜汤？我们就反正我们片头改一下，我们变成意式蔬菜汤，真的会耶。养生蔬菜汤。我觉得等一下一定这一锅就会被我们毁了。可以吗？嗯，可以。那你觉得还要再怎样啊？没有什么咖喱的味道。真假的？我觉得牛没有进那个咖喱的味道。那就再炖哦，好不好？就是好吃的牛，没错，但你吃不出来它是咖喱的。我撒点胡椒进去。好。哎，有好，完美完美。等一下，你给他拍，这叫一点。等一下，这位女士，你这叫一点胡椒哦。不是，我刚刚是有点失手，好不好？你这叫一点胡椒，你这是一坨哎，你不要跟修一样，就是上次整个毁掉，在最后。真的，我也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有点奇怪。你在那个欧洲的时候有说要来我的店里喝 Mojito， 到现在还没有，我店都收了。来家里喝啦，来家里喝啦，家里喝比较放心跟放松。这样子。给你女儿看到我们这样子，不会，她睡觉哦，所以一定要睡觉。那我们需要小声一点。你是属于会很大声的。当我收回。你看我节目，你就知道我还没喝醉就这嗓门这么大了。哎，对哦，我们让吵邻居好了，在阳台。我怕你女儿会被我们吵醒。你们确定要看我们煮完吗？好，还是我们节目
够路，时长够了，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到这边就结束了。想要看我们的意式什么意大利饺呢？我们就第3季见喽，拜拜。其实咖喱很香哎，你怎么那么忙啊？不是，这个要趁那个它水滚的时候赶快下山。我在家也是煮过水饺的。我告诉你，煮水饺要煮熟，皮又要好吃，有一个诀窍，就是等它水开了以后怎么样？这个等水开了怎么样？再加冷水进去，3开3滚。嗯，是不是要加水啊？水在这，你觉得要加吗？我觉得浓稠一点吧。哎呦，我又加多了。不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瓶子真的不适合在做饭的时候用，你知道吗？但是 OK，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还蛮香的。蛮香的，我觉得白酱配黑胡椒绝配。可以下去了吗？可以下。哎，我们真的弄得很怎样？很美好。而且你看我的酱汁，我觉得我调得很好啊。吃了才知道。耶，试吃环节有期待吗？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很 safe 的，但这个我觉得你待会先吃这个，真的吗？这个会有惊喜。你确定？我必须得说，我刚刚在试吃它的时候，它的那个面皮，对，还有里面的那个小松菜，你觉得是混那个白酱，我觉得刚刚好。真的好，那我先听你的，我先试这个。而且重点是我们一直担心没有熟，但它的面皮就是我想象中最美好的意大利饺的面皮的 Q 感。我懂你讲的。但除了我觉得那个小笼包的形状不好，是因为它上面会有一坨比较深。对，所以难怪他们用正方形或者薄薄的。还可以，比我想象的能入口。但你能吃得到那个面皮是半生半熟的吗？好像有人就跟意大利面一样啊。我们讲，但你觉得咸度还好 ？OK， 不会太咸。你自己说咖喱是不是还可以？等一下，我要吃马铃薯，看就知道。马铃薯很 OK 了。你有吃到马铃薯吗？对不对？马铃薯是 OK 的，对不对？哪里 OK？我的整个都化掉了，你自己看。我这个是你没看到我这中间还是白的？为什么你的是这样子？那你可能比较大块，我的很 OK， 我的很松软这跟那个意大利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真的，我还吃得到那个马铃薯原始的味道。没错，还没有入味。还没入味，这个没办法那么快。我觉得这食材没有那么好。怪食材，但我觉得牛肋条是好吃的啦。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用的那个咖喱块有问题啊？你们是买哪个牌子啊？导演指定的。还蛮好吃的。是自己不会做，还要怪这些。但我觉得照着上面应该就是，我觉得就，但我老实讲，吃不出咖喱的味道啊。我觉得是咖喱块的问题，因为中岛弄完之后是完全是浓浓的咖喱味。对啊，它一定有偷加什么才会那么稠，要不然就是它煮的比较久。也没有很久我告诉你，我实话实说，这纯粹就是一个煮熟的牛肋条，咖啡色的火锅，蒜牛肋条火锅，就牛肉很好吃，牛肉好吃啊。但我觉得它里面少了那个苹果甜味，对，然后甜味、辛香料、辣味，就是你可以让他们吃。我觉得这个中岛推荐的这个咖喱块，我觉得
我觉得咖喱就是每个人有各自属于自己的独门配方，我觉得自己回去试，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可能对我来说太淡，太淡了。但我们就先把责任推给那个咖喱块就好了。嗯。可是我刚刚那块马铃薯真的还不错，可能比较小块。你吃这个。这位女士，你给我这么小块的马铃薯，当然必须得煮熟透了。可是马铃薯都不见，都煮哦，有熟哎，好咖喱哦！哇，一咬下去就化开了，一咬就都是马铃薯的味道。对，我觉得不错啊。我没有说不好吃，我努力了。我小孩一定会把整碗饭吃完。我也是，我也会把整碗饭吃完，对不对？因为代表我们爱你，我也爱你们。我再给你5分钟，好好宣传瀑布。对，瀑布是一部我觉得跟周梦红导演以往很不同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它加入了非常多的女性元素，尤其是我跟王静两人的加入。因为你们2个是女性。废话。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岛他用他的视角看到了女性非常需要去在乎跟关心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进戏院，跟着我跟王静经历这个有点惊悚但又有点感动的时刻。谢谢。而且我一定会滴的满桌都是。很棒很棒，这就完全就是看得到这个呈现在家里的状态，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后面，就是这才有生活感啊！也有你参与，也有我参与的，我参与的啦。只有我。对啦，我在家煮饭也是变成这样了。真的后面好恐怖。很恐怖。我觉得要喝酒压惊一下。干了。